利和吉普利尔突然要与空白兄妹俩宣战，谁又才是这场与神对战中的叛徒？这场与神对战的游戏到底目的为何？游戏人生的第8卷，一场惊天布局即将揭开它的真面目。各位观众老爷，请坐稳扶好，点赞投币加收藏。咱废话不多说，故事马上开始。书接前文，男主空、妹妹白以及史蒂夫3人刚走到与神对战的大富翁游戏的第296格，就中了吉普利尔的埋伏。吉普利尔突然窜出来，不由分说的就发动了课题的强制命令，要求男主跟自己来一场模拟6000年前的对战游戏，并且这一场游戏的赌注条件非常的苛刻。首先，吉普利尔要求游戏失败的人当场自杀，而且游戏中途弃权就会等于失败，完全不给男主他们退路。而吉普利尔用自己能力所创造出来的游戏世界，类似于文明6、魔兽争霸和魔兽世界这3种游戏的结合，在还原了6000年前这颗星球的地貌与种族间的状态下，游戏世界内同样生成了16个种族。男主和吉普利尔相当于2个发号施令的神，男主他们藏匿于人类住处的秘密基地里，通过写指令的方式充当鼠标和键盘，利用指挥室内的传递箱和地图显示器去了解外面的情况，并操控人类种去按照指令行事。吉普利尔则藏匿在天翼种的老巢中，以同样的方式去操控天翼种做事。而吉普利尔的这个游戏课题获胜的条件就是操控游戏内所有能用的力量，攻陷对方所在的秘密基地即为胜利。不过男主他们这边1秒钟就相当于游戏内被操控角色的8个小时，所以男主他们只要稍有迟疑，就很有可能会让最弱的人类种被其他种族攻陷。更要命的是，开局人类种因为过于弱小，导致男主他们这边的地图显示器上到处都是黑色的迷雾状态，根本不知道其他种族甚至吉普利尔具体的方位和在干什么。而这个游戏世界里面到处都是人类种一碰就会感染致死的灵骸，行动就给特别的小心，可以说一上来就是地狱开局。更要命的是，男主他们此时是一个3岁半和2个1岁多的小孩子的状态，操作指令的传递还受到了这个身体的影响。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开战前吉普利尔的骰子只剩下了5颗，吉普利尔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在游戏开始前加入了把自己骰子数量恢复成10个的规则，这就导致男主被吉普利尔强行借走了5颗骰子，造成了男主他们现在这个身形的局面。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之下，空白兄妹俩并没有抱怨，男主更是在这个危机关头写下了他心目中最关键的2条指令。1. 让有老公的李太太每天傍晚都会因饥饿移动到粮食仓库附近偷粮食。2. 让隔壁老王在某一天的同时段移动到粮食仓库，发现李太太偷盗行为，以视而不见为代价，要求肉偿。看着这个指令，史蒂夫都惊呆了。你开什么玩笑呢？外面枪林弹雨，激光闪电，稍有迟疑，人类种的基地就会被别的种族给灭了啊！结果空你却把这个游戏当18X来玩啊！男主却义正言辞地说：“你别激动嘛，我做这些完全是在做实验，并且很快这个实验还真就得到了一定的结果。游戏中的隔壁老王真的和李太太偷情成功，成了情侣。这个实验证明了游戏内的角色在给到一定的指令之后，就会自行判断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男主的指令里面并没有明确说让李太太顺从隔壁老王。男主明白了这其中原理之后，立马又写了一条关键指令，让李太太跟自己的老公说自己被敲诈了，要付给别人盗取粮食的遮口费，然后将遮口费交给隔壁老王，收下钱的老王则立马远走高飞到第3都市。这又是男主的一个实验，是用来测试看看是否可以操控人类种进行外交。因为在男主看来，所谓的外交就是集团诈骗，而结果就是因为空并没有指定遮口费的具体数目，李太太是直接把自己的老公所有积蓄都给诈骗走了，跟隔壁老王一起远走他乡去了第3都市。李太太和老王成了流浪夫妻。男主表示实验很成功啊，要乘胜追击。史蒂夫则表示你们造成了人家家庭不幸，是真的一点都不想负责吗？随后男主并没有理会史蒂夫，而是笔耕不辍，不停地写指令，操控人类种去执行各项任务。男主他们先是让人类种发明了望远镜，增加了可侦察范围，紧接着男主他们发现了兽人种粮食短缺的问题，于是男主让人类种把食物放在固定的位置，让兽人种发现，然后在食物旁边留下纸条，让兽人种去绑架一个森金种的人来进行粮食交换。然后没过多久，男主他们所发现的兽人种
消失了，这完全出乎了男主的预料。史蒂夫和妹妹白赶忙追问男主到底在信中写了什么样的捕获方法，结果得到的答案却是男主认为森金种应该很容易就会屈服于猪头兽人的胯下啊！就是因为男主这样的想法，所以男主给的纸条上写的是只抓女森金种做人口贩卖来换食物。男主是企图利用猪头兽人的胯下之辱把森金种的女性驯服成欲求不满的种族。妹妹白听到这个实在是忍不住吐槽，哥你这个认知啊，纯只有本子缺的老司机才会这么认为的呀。史蒂夫则吐槽说，猪头人根本就不是兽人种啊，那是排名第11的妖魔种啊。男主恍然大悟，当时就痛骂自己，可恶啊，是因为种族搞错了所以才没有色诱成功吗？于是男主直接又下了一道命令，打算利用斥候直接去吸引猪头人们，直接组团袭击森金种。史蒂夫都听傻了，反问男主，你是不是忘了最初的目的是什么？男主一马反驳，给我闭嘴，这种明明长得像精灵却叫森金种的种族竟然会违背被猪头人蹂躏的定理，这不科学，这种种族就该遭受天罚。说完，男主就掏出手机，打算对猪头人蹂躏森金种的状态进行拍照。史蒂夫则是立马回答，该受天罚的是你才对吧，原来你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拍色图啊。但是令所有人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此时只见猪头人的妖魔种竟然一个一个的在减少。白最先明白了状况，并说道，哥，好像森金种开始狩猎猪头人了。男主听完恍然大悟，哦，怪不得现实中森金种推行的是奴隶制呢，原来他们种族本来就欲求不满啊。史蒂夫痛骂男主，你这明明是篡改历史，把森金种给变成这样的。男主则反驳，我给的指令压根就没有涉及具体的蹂躏细节呀，而且我也只是要求只抓一只森金种，结果最后却变成了森金种整个种族都跑去猎捕猪头人了，这不正说明森金种本来就是个欲求不满的种族吗？就在男主空和史蒂夫对吵期间，游戏世界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妖魔种因为其族群的猪头人被森金种快捕灭绝了，所以妖魔种的创造者魔王直接介入，开始攻击森金种，造成了巨大伤亡。森金种又利用了他们创造者留下来的武器，把魔王给打死了。而惧怕森金种拥有这种弑神武器的地精种及数个幻想种加入到了战局，再次把森金种打成了烈士。眼见世界乱成了一锅粥，男主的计划正有条不紊的进行时，就见数道光芒从天而降，如天灾一般，唰的一下，兽人种、幻想种、妖魔种、森金种、地精种等等种族的乱战主力军队，就连男主派去观战的人类斥候，一次性的全被消灭了。见这个惨状，史蒂夫反讽男主，你不会说眼前这个惨状也是如你所料吧？男主则是坦然的说，虽然跟我原先预料的相差甚远，但最终结果都在我预料范围之内。男主更是解释道，要想赢这场游戏啊，甚至从一开始什么都不做，吉普利尔就会自取灭亡。但男主所要的结局并非胜利这么简单。男主为何这么判断呢？这里我们先留个悬念，我们先说一说吉普利尔为何非要跟男主等人搞成这种局面。其实大富翁的这个游戏刚开始没多久，大家都掷骰子，走出去一段路以后，吉普利尔就失忆了。还记得游戏规则里面说了，每一个骰子是玩家的1/10质量存在的时间吗？但是天翼种根本就不是生物，所以没有带质量的灵魂，因此作为替代，每丢一个骰子，吉普利尔将丢失1/10的记忆。吉普利尔活了6400年，1/10的记忆就是640年的记忆，所以刚失忆的吉普利尔立马就变成了高傲的天翼种模式，完全不记得男主他们的事了。虽然吉普利尔能察觉到男主他们的存在，但却不屑与这些蝼蚁有什么交集。本来稀里糊涂的吉普利尔本可以一直失忆的玩下去，但因为布拉姆给的课题过于简单，让吉普利尔完成了课题，恢复了一颗骰子，瞬间吉普利尔就恢复了记忆。吉普利尔恢复记忆以后害怕极了，他害怕自己失去记忆的时候，那高傲的状态可能会对珍惜之人痛下杀手，所以吉普利尔把所有跟男主他们有关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写在了自己的日记本里，好给失去记忆的自己，让他能够记得自己和男主他们的点点滴滴。结果等吉普利尔再丢掉几个骰子之后，吉普利尔再次失忆，并且对日记本所写的自己的主人是人类种这件事嗤之以鼻，甚至怀疑日
日记本中呢，可能是男主他们给自己篡改了记忆以后所写下的内容。为此再次失忆的这个吉普利尔打算来找男主算账，所以之前吉普利尔突然找到伊野的时候，那种异样的感觉就是吉普利尔已经失忆到了一定程度，此时跑来这里就是要杀了男主他们的。好在阴差阳错之际，男主直接给吉普利尔好几个骰子，让吉普利尔瞬间恢复了记忆，但恢复记忆的吉普利尔立马就对失忆后的自己厌恶至极。为了寻求心理安慰，所以吉普利尔此前才会突然大半夜跑去问男主关于转身这件事情的看法。在得到男主所说的完全是两个人的答复之后，吉普利尔更是对失忆恐惧到了极点。吉普利尔不希望一个顶着自己的面容和身形的人伤害到自己所珍惜的人和事物，这一份纠结让吉普利尔痛哭流涕，甚至在日记本里写满了讨厌吵到眼睛的那种。为此吉普利尔做了一个非常任性的决定，他打算要不然自己拥有全部记忆的时候直接去死，要不然就让男主他们把获胜的方法告诉自己，他去在拥有全部记忆的情况下打败狐疑之神。而造成这个想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富翁这个游戏的一开始，吉普利尔就已经少掉了一部分记忆。吉普利尔很担心结束这场游戏的关键必须要牺牲某些事物，所以他才做事越做越极端。为此吉普利尔在自己的笔记本里面详细的写下了自己预设的游戏，并确保失忆后也能执行，便一路尾随在男主他们身后，最终发动了这场重现6000年前的游戏大战。而进入到游戏之后，吉普利尔求胜心切，导致吉普利尔做出了有别于6000年前的指令，无差别的消灭所有种族，来达到快速取胜的目的。好，我们说回到男主这边，在各种族主力几乎被天翼种团灭的现在，男主他们并没有急于攻略天翼种，而是玩起了农场物语。男主他们利用了先进的农业知识，让东躲西藏的人类种发展出了远超时代的农耕技术，并用多余的粮食拉拢了几乎被森鹰种报复行动差点灭种的兽人种，并雇佣兽人种作为劳动力，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新型城市群。男主他们参与这个课题的游戏时间已经达到了53个小时，而这个对战游戏内已经经过了177年。史蒂夫见男主他们根本就没想结束游戏，而是以压榨为乐，便愤愤不平地问男主他们到底打算要怎么才能赢得这场大战。然后男主轻快地说，这个种族大战根本赢不了。史蒂夫都听傻了前面男主你还说什么都不做就能赢，现在又说根本赢不了，到底哪句话才是真的呀？男主连忙解释道，前面的赢指的是游戏能赢，后面的赢不了是指根本就终结不了这场种族大战。因为男主发现了吉普利尔设计的这个游戏并没有真正的还原6000年前的大战原貌，吉普利尔根本就不知道星之杯的召唤条件，也就没有在游戏里设计这个重要的环节，大战只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男主其实也不知道星之杯的召唤条件，但男主从6000年前没有种族灭绝且唯一神不是人类这几点上就分析出了6000年前的大战必定是有这么一个关键的元素被吉普利尔给忽视了，这才使得这场游戏的内容根本就不可能像6000年前那样那么容易终结。男主甚至仅凭这点线索就推断出6000年前的某个人类想要终止持续不断牺牲的定理，所以才给未来人留下了这样的游戏世界，并寄希望于未来的人类去实现消灭牺牲的遗愿。说到这的时候，男主都感叹当年结束战争的那个人类那个理想与抱负真的是太伟大了，实在是太帅了。但话锋一转，男主也诉说了为什么这游戏很容易就能赢呢？因为吉普利尔潜意识里一直认为是人类种利用了别的种族才导致了大战结束，所以他必定会采取对所有种族攻击的策略，宿敌太多，最终的结果必定会让所有种族团结起来一起对付天翼种，最终结果必定是自取灭亡。但男主并不在意世界大战的结果如何，他更在意的是吉普利尔的性命。为了不让吉普利尔最终输了比赛还自杀了，男主打算以空白第一次败北的方式结束这场大战。史蒂夫听的那是云里雾里但这个时候就见男主打了一个响指，便将他们所在的基地直接转移到了吉普利尔所在的地方。原来游戏规则里面并没有说双方基地不能在一个地方，这样一来所有种族攻打天翼种老家基地的时候，只会让吉普利尔和男主同时游戏失败，这局面就造成了要不然共生要不然共死。男主他们来吉普利尔的身边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男主想要利用他主人的特权不让吉普利尔投降。在这之前男主早就察觉到吉普利尔是害怕失去记忆才搞出了这种必输的游戏来，毕竟这游戏状态看起来
来简直就像吉普利尔一心求死啊！所以男主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吉普利尔，他早已想到了一种在网络游戏中被视为禁招的方式，可以不用牺牲任何人就能结束这场比赛，俗称拔网线。而且男主打趣的说，如果游戏结束的很满意的话，希望吉普利尔能够让渡2个骰子作为奖励哦。说完这些，就见男主奋笔疾书，并将指令快速的投递出去。短短的几秒钟，游戏内本来要将天翼种一举消灭的众种族联合军，突然间化作了尘埃，灰飞烟灭了。再也没有人来攻打吉普利尔和男主他们的基地了。而男主写的这个指令也不复杂，一共就4个字：预备开火。而这个命令是写给吸血种的啊，没错，此前男主就已经通过外交手段，用可以吸到任何种族的血作为诱惑条件，让吸血种协助人类种充当斥候，这才让男主的地图能够清晰的得到各种族的情报。而在众种族联合军打到天翼种只剩下几只的现在，吸血种突然放暗箭袭击了种族联合军，各种族间本来就互相敌视，他们是为了消灭最强大的天翼种才联合起来的。现如今威胁即将解除，却发现有人率先背叛，背后偷袭。虽然他们都不知道是谁这么做的，但各种族阵营怕自己成为第2个被消灭的对象，便纷纷的对周围其他种族发起了攻击。于是仅仅一瞬间，这脆弱的种族联合军就这样在彼此的必杀技攻击之下消亡了。这还没有完，男主提前做了后手，让森金种、地精种、巨人种、月勇种等等顽强的种族依旧互相残杀，没空去管现在人口稀少的天翼种。时间只要拖得够久，就可以达到男主他们72小时内没能完成吉普利尔的课题，强行终止游戏。是的，别忘了这个对抗游戏只是狐疑之神游戏中设立的一个课题而已。虽然未完成课题，男主他们将丢掉3个骰子转移到吉普利尔那，但只要拖到72个小时结束，游戏就会被强行终止，不会有任何人自杀。想法是不是很不错呀？但是男主他们低估了混战下各种族之间的欲望，结果游戏内种族间的大战逐渐走向了失控，最终森金种、地精种、吸血种几乎灭亡。而住在月亮上的月勇种坐收渔翁之利，突然朝天翼种的基地攻了过来。眼见局势再次不利，吓得吉普利尔请求男主下令让自己投降，这样就不会连累到男主。但男主他们却让吉普利尔闭嘴，安心看着。在千钧一发之际，男主他们写下了最后一道指令，并传递了出去。只见从天而降一道光束，直接打穿了整个星球，整个世界被毁灭了。但唯独飘在空中基地的吉普利尔他们活了下来。原来男主不知为何有一种直觉，觉得基凯种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种族，所以男主他们把自己的坐标报给了基凯种，并在交给基凯种的命令中写道：让一切结束吧。所以基凯种打穿了星球，世界被重组了。游戏时间也成功的拖到了72个小时，课题未完成，游戏被强行结束。虽然男主白、史蒂夫要各付出1个骰子给吉普利尔，不过游戏一开始吉普利尔是强行借走5个骰子后才发动的游戏，所以游戏结束以后，吉普利尔其实甚至还要还回2颗骰子，不至于让男主他们在大富翁的游戏里就此结束。不过此时吉普利尔也终于明白，男主这个人是不可能牺牲别人来实现自己的胜利的。最终吉普利尔心满意足的只保留1颗骰子，将其他所有的骰子都交给了男主，让男主继续前进。等男主他们走了以后，吉普利尔再次失忆，不过用以记录吉普利尔心情的日记本上，原先的提示词被男主给划掉了，并换成了像你这样的笨蛋看封底就足够了的字样。而男主在封底上写的却是别担心，等着吧，吉普利尔坐下。短短几行字，失忆的吉普利尔却潸然泪下。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吉普利尔却觉得自己经历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就这样，吉普利尔毫无根据，不知所云，但却非常珍爱的抱住了这个笔记本，边笑边哭的坐在了原地。吉普利尔的事说完了，我们来说一下其他人的状况。首先伊刚这边，其实在吉普利尔大战之前，伊刚就已经走到了男主他们的前头了，并率先发现游戏最后的几十格竟然全是同一个课题，内容都是从神灵种所拥有的7名灵魂中选出1名杀害，随后转移至终点，并且狐疑之神还出现在了伊刚他的面前，威逼利诱让伊刚选择牺牲某人。为了达到让伊刚做出残酷选择的目的，狐疑之神甚至用能力让
让伊刚观看了男主他们和吉普里尔的大战，但最终男主他们成功拖了72个小时让游戏结束，没有任何人牺牲，而伊刚也最终选择不去作答课题，将希望寄托于男主他们。虽然骰子只剩下一颗，没法继续前进了，但伊刚坚信男主他们已经握有了关键钥匙，定能取得游戏的胜利。而在大富翁的游戏之外，克拉米、菲尔、伊野、布拉姆本来是相约要进行赌注游戏的，但因为吉普利尔的乱来，导致胡一之神为了维持大富翁的游戏棋盘付出了更多的魔法力量，因为魔法的抽取反而造成了地面多地出现了魔法紊乱现象，兽人种的国家电力也变得不再稳定，一时半会还没办法进行游戏。菲尔更是因为魔法能力过于优秀，反而受到了魔法紊乱的干扰，变得醉醺醺的。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大的背包来拜访兽人种的国家，只见装满水的巨大背包突然放在了克拉米他们这些人的眼前，随后从背包中突然窜出一个人影，热情洋溢的喊着：大领，我来找你啦！对，没错，眼前来的人正是海奇种的女王莱拉，而背着女王来这里的人却让在座的所有人瞪大了双眼，原来这人正是史蒂夫。对，没错，打从一开始史蒂夫就没有参与到与神对战的游戏之中，跟在男主身边的那个人其实是被胡一之神所创造出来的复制品。还记得游戏刚开始，男主荒神后突然问史蒂夫，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吗？对，就是那个时候，男主已经意识到这个在游戏里的史蒂夫是个冒牌货，而通过真史蒂夫带来的情报和布拉姆的推测，游戏外的众人明白了，这一场与神开展的大富翁游戏其实是赌上了人类种、吸血种、海奇种、兽人种、天翼种共5个种族的棋子，才迫使神肯跟他们进行游戏对战。而海奇种的棋子其实借给了伊刚持有啊，对，海奇种的女王就是这么 M， 只要能被男主踹一脚，连种族的命运都可以无条件托付给别人。而克拉米他们其实是男主设下的一道保险，一旦男主他们与神对战中游戏失败了，只要克拉米他们还在，跑来夺取了所有兽人种的领地和人才，那么兽人种的归属权就不属于胡一之神，就仍然还有跟神再战一次的机会。但是男主也算到了克拉米会背叛，布拉姆为了捞好处必定会跑来掺上一脚，为此男主才安排史蒂夫在关键时刻带海奇种女王来到这里，介入他们双方的对战游戏。男主要求游戏内容中让海奇种女王加入到克拉米他们获胜的奖励之中，这样如果克拉米赢了，布拉姆将失去吸血种未来可以繁衍后代的唯一工具，这样就逼迫了布拉姆不能放水，还没权利跟伊野谈条件。同时如果克拉米他们输了，他们的赌注全由男主全盘接收，不给布拉姆他们占空子的机会。现在男主加了2个条件之后，用布拉姆搅局，明显力量不平衡，克拉米他们很难获胜。但是克拉米不肯比赛的话，布拉姆他们就可能会去揭发他俩是卧底的真相。如果克拉米他们输了，他们自己拿来赌注的领土和领地又会全部成为男主他们的所有物，这简直就是逼着克拉米他们非赢不可。伊野就更郁闷了，自己啥好处也没有，自己种族和领地还被人强行当赌注给架在这了，一计害3贤，让布拉姆、克拉米、菲尔、伊野赌也不是，不赌也不是。更绝的是，男主还提前写了一封信，特地这时候让史蒂夫给众人读了一遍，信中充满了对克拉米等人的嘲讽，仿佛一切都在男主的计算范围之内啊！这把众人给气的呀！最后他们决定来一场跟动画里一模一样的射击对战比赛，不过他们要求把 NPC 全换成男主空的样子，游戏输赢都无所谓，他们只要能暴揍一顿男主就行了。于是大家很快就进入到了电子游戏之中，进行了这场射击大战。按照游戏的规则来说，只要伊野开枪射击到了克拉米，或者克拉米打到了伊野，这场游戏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游戏里面的 NPC 却完全还原了男主空的智力和性格，导致游戏里面的 NPC 不仅能预判出参赛选手的动向并发动偷袭，还总能贱兮兮的激怒玩家。游戏设定里面有一条，只要玩家与 NPC 接触了，就会扣除玩家的爱情值，能量归零的话，手上的盲苏枪就会没法射出子弹。可明知道这样，伊野就是忍不住看到男主的那张脸就想暴揍一顿，因为游戏里面 NPC 的男主穿着各种各样诡异的衣服，比如兜裆裤的空、女装的空，还有半
半裸的空。一野硬是被这些空给气的陷入了狂暴状态，所以游戏的关键变成了菲尔如何用魔法黑进游戏的管理系统来操控 NPC 来对付一野和布拉姆。但是布拉姆的灵体是神用力量来维持的，等于有了神灵种源源不断提供力量，所以布拉姆的幻术完全凌驾于六重术者的菲尔，致使整个对战完全陷入了僵局。克拉米则在这里显得是最没有力量的那个人，只能东躲西藏。就在克拉米咒骂自己实在是太弱的时候，一个顶着空外帽的 NPC 突然窜到了克拉米的面前，然后对克拉米说道：真让人火大，你这么可爱你都没有察觉到吗？你太没防备了，你该不会以为想追你的人只有我吧？哎呦，这一顿夸呀，硬是让克拉米面红耳赤，害羞的呆站在原地。克拉米眼看自己的爱情值就要被 NPC 给扣光了，结果这时候顶着男主面容的 NPC 突然说道：不管你那丝绸般的黑发还是如陶瓷般的雪白肌肤，就连平坦的胸部也全是我的。就听咚的一声，克拉米来了一击，膝盖撞飞机，瞬间克拉米人就清醒了过来。此时的克拉米恶狠狠地宣誓道：说什么都要赢得这场比赛，好跟男主新仇旧账一起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克拉米他们成功的输掉了比赛。讲完其他人，我们视线再次回到男主他们这边。此时已经是大富翁游戏开始后的第42天，男主他们已经来到了第307格。男主他们发现了这一路上最后的这些格子上的课题全都是同一个，写着从神灵种所握有的7个灵魂中选出1名杀害，并将自己转移至终点。而狐疑之神就在第307格等着男主他们的到来。男主他们一到，狐疑之神就立马发动课题，让男主他们做出选择，到底谁作为代表去牺牲哪一个灵魂来获取胜利。男主也是毫不犹豫啊，立马指着身边的史蒂夫说：由你来达成这个课题，抵达终点吧，背叛者。男主身边的这个冒牌史蒂夫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问男主：我是背叛者，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啊？你是要牺牲我吗？男主一看啊，这是误会了，赶紧解释道：这最后的课题明显是神灵总写的，但是冒牌史蒂夫，你有写课题的记忆吗？过去路过的格子里面有你写过的课题吗？没有，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史蒂夫压根儿就没有参与这场比赛。听到这，冒牌史蒂夫就已经哭得梨花带雨了。原来他害怕自己的存在会随着游戏的结束一起被抹去。男主看冒牌货这么一哭啊，立马心软，用很温柔的声音开始劝说，说冒牌史蒂夫啊，你不用紧张，由于10条盟约的限制，狐疑之神是不可能临时创造一个生命体并在游戏结束的时候将其抹杀的，所以冒牌史蒂夫只可能是神跟真正的史蒂夫协商好之后复制出来的一段记忆体。游戏结束之后，冒牌史蒂夫的记忆就会回归到真正的史蒂夫的身体里，而整个大富翁的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到达终点才算胜利，因为在规则中有一个常识陷阱，在第14条，神灵总会对胜者履行其权力所及范围之内的要求。那么问题来了，参与这次游戏的男主他们既不是狐疑之神的信徒，也不是狐疑之神的造物，他们哪来的权力向这个神要求得到什么呢？只有这个冒牌史蒂夫是由狐疑之神复制出来的神的造物，只有他有这个权利，所以真正能获胜的关键条件之一就是要让背叛者到达终点。但是眼下这个课题却是要求杀害一个灵魂才能挪动到终点。如果眼下这个史蒂夫是冒牌货的话，那么神灵总怎么会握有7个灵魂呢？所以答案很明显了，那第7个灵魂其实就是巫女的，而又因为巫女游戏一开始就作为了筹码，已经是死了的状态，你再怎么杀啊，她也是死的，所以只要说杀巫女的灵魂的话，就可以顺利到达终点。听到男主这些解释以后，冒牌史蒂夫恍然大悟，但是他问男主：你难道不怕我背叛你，不照你说的去做吗？男主说了一大段啊，原文特别绕，我这里简化一下，那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个游戏就是需要全员背叛，慢慢的把骰子输给男主他们，男主才有机会将背叛者送至终点。而冒牌史蒂夫从一开始就选择信任了男主，等于背叛了大家的背叛，双重否定代表肯定，所以男主相信这冒牌史蒂夫也一定会背叛狐疑之神的想法，最终帮男主他们赢得胜利。总之，凭借男主的人格魅力和3寸不烂之舌，最终冒牌史蒂夫还是照着男主所说的方法完成了课题，并最终到达终点，获取了游戏胜利。男主他们也彻底赢得了比赛，将巫女的灵魂
魂换回到了肉身之中。一夜的布拉姆他们也重新得到了身体，吉普利尔和真正的史蒂夫也恢复了游戏中的记忆，伊刚平安的回到了地面，而男主与妹妹白也恢复成了正常年龄的身形。一场看似残酷的大战，男主他们以没有任何人牺牲为前提，彻底的获胜了。但是各位，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巫女苏醒了以后，狐疑之神却哭得像个小孩一样，一个劲的质问为什么巫女要背叛自己，为什么男主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而选择弑神。是的，其实游戏最后那个课题是可以选择杀害狐疑之神的，但是男主他们觉得这就是个游戏，为什么要选择杀害一个厉害的玩家来结束游戏呢？那多没意思啊。但狐疑之神却陷入了崩溃的状态，他利用神力创造了一个黑色空间，将男主、妹妹白、巫女一并笼罩其中，让他们看到了狐疑之神过去发生的事情。原来世界之初万物都未诞生的时候，狐疑之神就突然诞生了。狐疑之神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存在，但此时他有孤身一人，于是他创造了5个小机器人，用来跟自己聊天、观测、论证、解析。但这些机器造物后来跟狐疑之神一样，也是个10万个为什么，整天问狐疑之神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而狐疑之神很快就发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新的存在，即拥有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存在。但狐疑之神此时反而产生了绝望的情绪，因为他发现根本没人能解答他存在的意义，有了心反而徒增了烦恼。最后狐疑之神抑郁症爆发，用自己的神力贯穿了自己的神髓，选择了自杀。但神根本死不了，自我攻击只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半封印的状态，既不能动，但又能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些什么。直到某一天巫女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因为巫女怀疑这个世界的一切定理，对真理的渴望，硬是把狐疑之神给召唤了出来。起初巫女和狐疑之神只是互相提问、互相解答，聊天聊得很开心。后来2个人都知道了彼此的过去与彼此的烦恼，聊着聊着，巫女本来对这个世界绝望的状态突然就烟消云散了。巫女说她会证明给狐疑之神看，定理就是用来打破才存在的。为了证明这些，巫女让狐疑之神跟自己玩一个小游戏，小游戏只要狐疑之神赢了巫女，狐疑之神就可以依附在巫女的身上，直到巫女死了为止。巫女说这样她就会带着狐疑之神亲自用眼睛看怎么赢得唯一神，拿到星之杯来献给狐疑之神。狐疑之神心想能得到全知全能的星之杯，就能解答自己所有的疑惑了。于是狐疑之神也没有多想，就跟巫女向盟约宣誓，玩起了小游戏，并获得了胜利。结果才发现巫女根本就没有说现在就能打败唯一神特图，这个契约一签，狐疑之神的神髓反而被困在了巫女的体内，直到巫女死为止。看似巫女欺骗狐疑之神是为了得到神的力量，但实际上巫女是把狐疑之神当成了朋友，不希望看到这个狐疑之神再次自杀。就这样，狐疑之神帮助巫女逐渐整合了整个兽人种的部落，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但现如今巫女觉得自己早已忘记了初心，不可能有机会打败唯一之神，所以她想把狐疑之神托付给男主，让男主带着狐疑之神去见证他想要的答案。不过按照契约的约定，巫女给先死一次才能让狐疑之神的神髓出来，可巫女又怕狐疑之神再次自闭的自杀，所以巫女设计了这场游戏。表面上巫女说是向着狐疑之神，只要狐疑之神赢了，那么狐疑之神的神髓就会回到狐疑之神的手中，而狐疑之神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神力让巫女再次复活过来。所以游戏里面狐疑之神创造的那个史蒂夫的复制体，潜意识里要求他的许愿就是让神髓回到狐疑之神的手中。但实际上巫女设计的这个游戏是希望男主让狐疑之神看到不一样的答案，让狐疑之神不再那么依靠巫女，去选择投靠男主。而一切正如巫女所料，果不其然，狐疑之神又自闭了。看完过去的影像之后，空白兄妹俩很确信这个狐疑之神跟他们一样，被人背叛后躲避现实，拼命挣扎，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狐疑之神害怕背叛，所以创造了这个背叛的游戏，想要去了解背叛的原因。男主看狐疑之神最终还是没得到想要的答案，便苦口婆心的对狐疑之神说道：什么嘛，你就是个麻烦的小屁孩嘛。是的，男主用一贯的套路，用极具嘲讽的话语讽刺狐疑之神是一个不知为啥而活就会撒泼的小孩子。狐疑之神毕竟是神嘛，被讲了以后立马就啪嗒啪嗒的掉眼泪，怒骂男主赶紧闭嘴。而男主在把狐疑之神的情绪践踏到谷底之后，话锋又一转，说起了之前阿兹利尔他们曾不知为什么而活差点自杀的事情，同时又举例了在6000年前有2个笨蛋把残酷的世界当作游戏世界来玩，结果真的把世界变成了游戏世界，但最后这2个笨蛋弄错了某件事物，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世间
万物，物极必反。疑问的本身就是答案，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说白了，狐疑之神如果是因为怀疑一切而诞生的神，那么他也可以说是为了追求一切真理的神。所以男主他们给出的答案，让狐疑之神面对一切的时候都绕一圈，每一天都去追求不一样的答案，即是真正的答案。反正这一段我看了是挺头疼的啊。我简单的认为，就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是靠想出来的，检验真理的过程是靠自己去体验的，这个体验的过程就是真正的活着。总之这一段男主终于把狐疑之神给说服了，最终男主给狐疑之神取名为番楼，让番楼重新定义了自我，从而避免了自我毁灭的命运，并加入了主角团。故事的最后，大家又回归到了和平的世界之中，一起搓澡的那种和平世界啊。此时男主和妹妹正计划着将番楼打造成一个偶像，一方面他们希望靠神的影响力，靠偶像的宣传方式团结众多种族一起对抗特图，另一方面男主打算对外宣称番楼是神灵种的代理人，这样不希望自己被代表的神灵种们就会一一找上门来，男主他们就有机会一个一个把他们攻略。与此同时，基凯种的人们突然集结，朝着男主他们所在的联邦大陆进发。而基凯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